老公把儿子的等身人偶当成了老婆，甚至要在饭桌上给他摆一副碗筷。我从小捧在手心里的亲儿子却轻蔑一笑。妈，爸会变成这样，全都怪你，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。前世我真的反省了，我加倍对他们好，甚至放下了工作，可小三却暗地里给我下药，让我得了绝症。原来所谓的人偶，竟是真小三。儿子一直在为他们的偷情打掩护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儿子刚把人偶搬回家的时候。我猛地推门一看，老公正把脸埋在人偶的脖子上，如痴如醉。你在干什么？帮儿子给他换身衣服，这东西看着跟真人似的，沉得很。可把我累坏了，要不是怕别人毛手毛脚弄坏了，我才不自己扛呢。进门时他明明是坐姿，现在却是站着的。这人偶刚才不是这个姿势。妈，这是可动人偶，可以变换姿势的，让你别整天忙着工作。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连这点见识都没有。可动人偶啊，那我可得试试。我存心折腾，让他单脚站立，又把胳膊拧成麻花。妈，你别捏坏了。一个玩具我还碰不得了，这买玩具的钱不也是我挣的？儿子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太久没亲近你了。小昭，快向你妈道歉。妈，对不起。行了。人偶而已，弄坏了再给你买就是。我故意延迟了和禁言说话的时间，苏婉只能一直保持着别扭的姿势。老公和儿子焦急担忧的神情被我尽收眼底。老婆，咱们出去说吧。儿子这屋里都是他的玩具。我余光瞥向苏婉，她身体不自觉的颤抖。在禁言的拉扯下，我往门口走去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闷响。我转头就看到苏婉正脸朝地摔在了地上。舒昭和禁言连忙跑过去将她扶起来。我盯着人偶，一脸嫌弃。这人偶不会是个淘汰品吧？王妈，你拿出去丢了。不能扔。为什么不能扔？舒姐，儿子本就和你不亲近，他这么宝贝这个人偶，你要扔了，他会和你更疏远的。哼，扔了一个，我给他买10个新的。太太，靳女士和靳先生来了。弟妹来了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昭跟上，把门关好。哇，大房子！小姑，你能不能管管他们？小昭，我家孩子又不是野猴子，你们至于防贼一样吗？小昭新买了个等身人偶，宝贝得很，怕碰坏了。糟了，这孩子不懂事儿，我教育他一下。这应该就是哥哥新买的等身人偶了，真像真人。你见过这样的人偶吗？当然见过，我还知道这样的人偶不能用水洗，要用鸡毛掸子除尘，就像这样。住手！小姑，你能不能管管他们？别碰别人的东西。你跟孩子较什么劲？行了，别哭了，说说怎么回事吧。我们只是想帮哥哥打扫一下人偶。对啊，我们动作很轻的。是那个特别像真人的玩偶吗？舒昭特别宝贝那个人偶，连我都不愿意让碰呢。一个人偶有什么不能碰的？镶金边啦！就是小昭，你怎么这么小气了？我们可是你至亲的人。走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宝贝。我就碰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永丽，小心点，这个人偶很贵，别弄坏了。你对我哥说什么了？不然他和小昭怎么会对我们这么生分？一个人偶而已，能有多贵？他之前那块几百万的表被不小心摔了，他一句责怪的话没说过。我今天就要看看，把这个人偶弄坏，他们能杀了我不？不要！你疯了！为了个人偶这么伤害自己，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现在就把这个人偶扔了。王妈，过来，把这人偶从窗户扔出去。这是小昭的心头肉，弄坏了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。王妈，你先出去，这里不需要你。你们父子感情好，他怎么可能因为你弄坏人偶怪你？就是因为爸在乎我的想法，我才和他感情好的。小姑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是不是对我不满，所以才想弄坏我的人偶？我没有，大嫂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心底涌起一阵讽刺的寒意。前世靳永丽刁难我的时候，禁言只会说她是你小姑子，你多担待。舒昭只会说妈，你就不能让小姑吗？如今差点伤到他们的心肝宝贝，他们倒是知道教训人了。永丽没有坏心，她一向冲动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刚才好像看到这个人偶眨眼了。你看错了吧？人偶怎么可能眨眼呢？
刚才我一直盯着他，他肯定眨眼了。小姑，这是高科技，有人在他面前挥手，人偶就会眨眼，感应的。是这样吗？我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偶。嫂子，你是大公司董事长，见多识广，你见过吗？我倒是听说过类似的科技，但不至于用到一个人偶身上啊。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小昭，给你姑姑和靳文远看看。真神奇，我也来试试。停，抽筋了！这人偶怎么还能抽筋？该不会真是真人吧？舒昭的额头渗出一层薄汗。这是眨眼次数太多了，触发了另一种互动。高科技嘛，总得有点花样。我注意到他说这话时，眼神不自觉地飘向靳言，父子俩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一瞬，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，让我胃里泛起一阵恶心。前世也是这样，他们总是用这种眼神交流，而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以为那是父子感情好。这又不是机器人，咋能这么智能？孩子买的东西我也不太懂，但他们又不是傻子，会把真人带回家。大嫂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指不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偷东西，冒充人偶混进了你家。他一向是反驳型人格，我说东，他偏要说西，但这一次他反驳到了我的心坎里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20厘米的细高跟鞋，点了点脚尖。这样吧，我来试试它。我穿着20厘米的高跟鞋，我踩他一脚。要是真人肯定会有反应。这个想法好，人偶总不会还在脚上做了感应。要是真人，那疼也是他活该。谁让他装人偶混进舒家？这不太好吧？毕竟是舒昭的东西，万一弄坏了怎么办？弄坏了，让嫂子再买一个就是了。嫂子那么有钱，不会舍不得给儿子买一个人偶的。不行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做！胡闹什么？小姑也是为咱们家着想，你都20多了，怎么也不懂点事儿？刚才我就觉得奇怪，你人偶雕像那么多，怎么就偏偏这么宝贝这个？这里面不会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吧？老婆，你吓到儿子了，他不是你下属。踩个人偶还磨磨唧唧的，我来。这人偶没什么反应啊，应该不是真人。不要留在这儿了，挤挤嚷嚷的。阿姨快将饭做好了，大家去吃饭吧。对，大家去吃饭吧。别跑了，出了一身汗。不嘛，我们还没玩够。对，我们不饿。孩子们想玩就继续玩嘛，别受伤就好。好孩子，咱们出去玩，这里太小了，跑不开。没事吧？是不是闯祸了？不，你们可立了大功了。这哪是个人偶，明明就是个真人，被撞了一下还叫出声了。老弟，我们把他抓起来，好好审审他。你们听错了吧？哪有什么声音？哥，你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使了？这个人偶刚才被撞倒的时候，明明发出了声音。这明明就是我花大价钱买的人偶，怎么可能会是人呢？你呀，就是太天真了。等咱们问出他的目的，把他送到警察局，让他把你的人偶交出来。还装呢？看我把他提起来！等下，老婆，刚才的声音是不是你发出来的？我？刚才子杰摔倒，你怕他受伤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是发出声音了，但没这么大吧？你自己觉得不大，但别人听着其实很清晰，对吧，小妹？有时候自己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不一样。可那声音不像嫂子的啊，一时变声也是有的，就像我有的时候声音还会像女人的声音呢。人偶刚才脸朝下，要是真人早喊疼了。我之前听过我妈发出这种声音，刚才的惊咕声就是她发出的。对不起哥哥，我撞倒了你的人偶，害它破皮了。人偶会破皮吗？说不定这个人偶还会出血呢。子杰、子莹，你们出去玩。乖，去外面玩吧。老公，小昭，快离他远点儿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找什么借口呢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承认了，我是用了奥威最新研发的仿真皮肤，为儿子做了一个人偶作为他的生日礼物。没想到他竟然会用这个理由。奥威生科确实研发了一种仿真皮肤，目标客户是那些烧伤的患者，还没有正式上市。靳言在公司只是担任一个虚职，是接触不到这种机密的。
你别怪小昭，都是我的错。爸爸不过是想给我一个满意的生日礼物而已，要不是你不许他接触公司事务，他也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。这是机密，你们知道吗？万一泄露了出去，你们知道公司会损失多少钱吗？前世我从没怀疑过他们，他们也就没想出这种理由。禁言果然早就对我的公司有了觊觎之心。你就知道钱，你一点都不在乎。嫂子，你们公司真的出了仿真皮肤？如果是最新的仿真皮肤，摔倒确实会产生这样的效果。你没有把仿真皮肤交给别人吧？这是我看着师傅做的。老婆，你要是怪我就打我几下吧。哼，我要是打你，你那好儿子怕不是要把我吃了？算了。本来仿真皮肤过几日就要上市了，现在不如开个直播给公司宣传一下。不要不要，这是给儿子的礼物，不方便展示给别人。再说这人偶做的比较粗糙，万一让别人误会就不好了。就是，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一心只有你的公司，还是我爸好。这还粗糙，做的多逼真啊！再真就是真人了。就会胡说，就算我是你哥，你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啊。给小孩的玩具而已，算了吧。这就是真人假扮的，能不真吗？按照这种逼真度，直播展示的话，宣传效果会很好。当然，我尊重儿子的意见，书昭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他们当然不敢直播，要是被认识苏婉的人看到就完了。你们不用吵了，我已经开了直播了。小妹，你哥，你不用谦虚，嫂子的公司不就是你的公司吗？给自家公司宣传产品，义不容辞。我的奥威生科是一家上市公司，在网上还算有名。我知道靳永利经常在网络上以我小姑子的身份炫富，积累了不少粉丝。我今天要给大家直播的是我哥公司马上要上市的仿真皮肤，大家看看，这是用仿真皮肤做的人偶，多逼真，连破皮都和真人皮肤一模一样。这是老公取用公司的试验品给儿子做的玩具，我在此之前不知情，今天才发现，觉得很适合宣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羡慕书昭啊，有这样有钱的妈和这么爱她的爸。等等，这个人偶怎么长得这么像我一个学姐，叫苏婉。老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人偶有原型吗？我是用 AI 生成的人物形象，可能是融合了现实中的人吧。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怎么能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别人的形象呢？弹幕有人有这位苏婉女士的联系方式吗？我会联系她购买肖像权。我有，我私信你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当然不会花钱买苏婉的形象，站在那儿的就是她本人啊。但这不妨碍我借这个机会立人设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可是良心企业，该付钱就付钱。等等，主播能不能把镜头转到人偶脖子上？他的脖子怎么了？苏婉的脖子上有个伤疤，这个人偶也有。这不会不是人偶，就是苏婉吧？不可能，我们测试过很多次呢，这就是个人偶，我哥特意找人定做的。哥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可能是 AI 合成的时候把疤也生成了。师傅就顺手做了出来。哦，那这师傅还挺厉害呢。我女儿也喜欢玩偶，哥你给我推一下师傅的联系方式。好。瞎说，哪有做人偶时把身上伤疤也做出来的？我女儿也玩这种东西，但从来都是滑溜溜的。这是个人爱好，你女儿买的肯定都是大货，我这可是私人定制，我就喜欢这种像真人身上的那种小瑕疵。别吵了，网友只是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给他们就是了。这样吵下去，公司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他们那些普通人懂什么？哥，你把那个师傅带过来，给他们开开眼。是啊，老公，你联系一下那个师傅，让他过来展示一下手艺，说不定还能多几个单子。我看他去哪儿找那个他胡抽的师傅。这么突然打扰人家不太好，万一师傅不方便。哪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，多给他点钱就是了。对，多给钱，师傅肯定愿意的。我看根本就没有这个师傅，他们是拿真人来糊弄我们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说？这个人偶，你说是你给儿子的生日礼物？老婆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有钱，做个逼真的人偶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那些蜡像不是看上去更像真人吗？还有电视剧里的那些伤疤妆，只不过这次用了公司最新的仿真皮肤，看上去更有质感而已。老公，我相信没用，得网友相信你啊！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可真要怀疑你了。先前我看到你和人偶的动作暧昧，如果这是真人，你不会出轨了吧？什么宣传店抓奸，好刺激！怎么会呢？老婆，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要相信我。对，我哥不会出轨的。嫂子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这些年我不光是养着禁言，甚至在养着他的一家亲戚。老实说，我不在乎那些钱。虽然这个年纪说爱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我确实是爱着禁言和儿子的，否则也不会对他们毫无防备，让他们将小三假扮的人偶带回了家。我很难不乱想。老婆，我这就证明给你看，这就是一个人偶。小婉，对不起，
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忍一下。看着都疼，要是真人的话，肯定忍不住会痛呼吧？是不是这个晾衣杆有问题？看上去厉害，实际上打人一点都不痛。老婆，你拿它干什么？网友觉得晾衣杆有问题，我测试一下。妈，你打爸干什么？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？确实不该打你爸。有你这么和亲妈说话的吗？老婆别打了，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嫂子测试好了吧？网友们觉得测试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看上去真的没问题。董事长老公和儿子都被打成狗了，但刚才那个人偶才挨了一下，再多打几下试试看。对，嫂子，你打人偶吧。看来这确实是个人偶，只是做的比较像真人。我去，奥维生科的最新技术太牛逼了，太像真人了，简直是烧伤患者的救星啊！等上市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购买。老公，虽然你是为了儿子才偷偷用了公司的最新科技，但该有的惩罚还是要有的。你在公司的职位被撤销了。妈，你这样太伤我们的心了。我可是你儿子，你的公司将来都是我继承的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产品？一个和老爸一起害死我的儿子，当然没有钱重要。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些年是我亏待了禁言，等仿真皮肤上线，看在今天的宣传上，我会将公司30%的股份给禁言。真的吗？大嫂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可别哄我们。不信的话，我这就让秘书拟合同送过来。舒总，这是合同。哥，你赶紧签字，省得到时候嫂子后悔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股份赠与的前提是这人偶必须不是真人偶，一旦被证明是真人，禁言不仅要赔付巨额违约金，还直接构成诈骗。饭好了，两个孩子在喊饿呢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吃饭。折腾了这么久，饿死我了！救命！人偶真的在说话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小婉，这个人偶真的是真人。禁言，解释。妈，现在是质问爸的时候吗？救人要紧。给我糖。嫂子，我哥和小昭他们肯定是有什么苦衷。大家来看看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老公说给儿子做的人偶变成真人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。对着网友，嫂子，我哥不可能出轨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哥，你快解释啊！你就是变了心，吃我的喝我的，还将自己的小情人带到了我的眼皮底下，换衣服摸脸，嘴上说是照顾儿子的人偶，实际上是在光明正大的偷情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吧。爸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么能下跪呢？妈，爸喜欢上别人，你不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吗？你每天忙着工作，脾气又臭又硬，哪有一点女人样？爸忍了你20多年，人到中年放纵一下怎么了？而且要不是你一直不肯让爸进公司，他只能无所事事的待着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这就是我从小捧在手心的儿子。嫂子，你怎么能打小昭的脸呢？他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当着这么多网友的面打他，多伤他自尊呀！舒女士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苏小姐这么护着这个小畜生，是因为他是你提款机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前世临死前才知道。那一刻，本就奄奄一息的我，直接被刺激的断了气。老婆，你就算生气，儿子维护我，也不该这么污蔑我们啊！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？舒女士，就算是小三也是有自尊的，我不可能做出那么荒谬的事情。我还以为苏小姐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把男朋友的儿子当提款机算什么？闭嘴！我和小婉是真爱，我不允许你侮辱她，否则我就罢免你董事长的职位。你说你要罢免我，且不说那30%的股份还没到你手里，就算真的归你所有了，我还拥有25%的股权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罢免我？就凭我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现在我命令你赶紧向小婉道歉。大哥你。大哥，你 OC 了。小姑、小叔，这才是我爸应该有的男子气概。先前他只是被妈压制着，不得不表现的怯懦而已。这么嚣张，仿真皮肤还没上市，我可以随时撕毁那份文件。你撕毁不了，我已经将电子版文件上传备案了，现在它已经生效了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子。嫂子，别怪我这个做妹妹的多嘴。男人嘛，都喜欢温柔体贴的女人。你这么强硬，我大哥投进另一个女人的温柔乡也是情有可原。妈，你强势了20多年，也该轮到你处于下风了。你就算后悔也晚了。
该后悔的是你们才对。嫂子，你别逞强了，我哥占尽便宜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苏小姐，刚才的事对不起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哥，你看我道歉了，等到时候股份到手，可要多分弟弟点钱花花。当然，我可不会像舒简一样对你们那么抠门。那我呢？你可别忘了我。当然不会忘记你了，老婆，你给我跪下磕个头。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上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别叫我老婆，从那份文件生效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是夫妻了。老婆，你别说气话了。妈，你怎么也像那些女人一样用离婚来威胁爸？一点都没有女强人的风范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嫂子，失去我哥的支持，你可就坐不稳董事长的位置了。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道歉比较好。嫂子，你要是自己弯不下腰，我可以帮你一把。嫂子，你什么你？对你们客气久了，真当我好欺负。李秘书，进来给他们念一下补充条款。根据合同第38条，禁言通过仿真人偶宣传奥威生科的最新产品。若人偶为真，禁言需要赔偿奥威生科5亿元，并自动解除和舒浅女士的婚姻关系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禁言，我劝你冷静一点，否则不仅要赔钱，还要被关进看守所待几天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拟了这样一份合同阴我爸的，对吧？你早就发现苏婉不是人偶了。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是你们让苏婉假扮成人偶带到我眼皮底下，还想方设法的糊弄我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又是惊呼又是摔倒的，也只有靳永利和靳文远这2个傻子才没怀疑。难为你找了那么多离谱的理由来糊弄我们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这不是钓鱼吗？你这样我就不认你了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当然是将股份给我爸呀。真是蠢到没眼看，那就别认我这个妈了，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儿子。既然你这么拥护靳言和苏婉的感情，你就管苏婉叫妈吧。不行，舒昭怎么能叫我妈呢？舒姐，你这么说可就伤透了小昭的心了。她不过是维护了我几句，你至于就不认她吗？前世就是被这个白眼狼害死的，狼心狗肺的儿子我不要。还有，按照合同，我们已经解除了婚姻的关系。现在收拾好你的东西，带着你的弟妹和小情人一起滚出舒家。妈，不能这么做。我可以，如果你舍不得他，你也一起滚。我可是你亲生儿子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只能靠小昭了。妈，你真的不认我了吗？这个儿子长得不像我，像他爸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从不在乎这个，但作为一个受害者，看在眼里就很可恶了。你让我恶心。你们一动不动，是等着我亲自动手赶人吗？妈妈，小叔，我们要吃饭。要吃饭回家吃，咱们先走。走。他们滚了，该你了。舒姐，你当真要这么绝情吗？王妈，把靳言的贴身物品收拾好，然后扔出去。好的，夫人。夫人，靳先生的东西收拾好了。我妈只是一时气话，你怎么能真的去收拾？我领的是舒女士的工资，当然要听舒女士的命令。做得不错，这个月奖金涨2万，谢夫人。老婆，我知错了。儿子，快认错。妈，我错了。王妈，将他们赶出去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阿言，我们先去你的房子里吧。我没有房子，这些年舒简给我买了不少奢侈品，却没有给我任何不动产。那我之前住的是我名下的房子。爸，你和苏婉先住我那儿吧，等他求我回来，我一定要给足你们好处。你也就只能这么做梦了。告诉他们，别忘了快点筹钱，给赔偿款。好的，夫人。靳先生，夫人让你们赶快去筹钱。知道了。儿子，这5亿我可怎么还啊？爸，有我呢，你放心吧。现在先去我的公寓住下来。爸，我先给你转10万，你先花着。小昭，还是你对爸好。你是爸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您的余额不足，是不是舒董把你的卡冻结了？您好，靳女士，已为您办理好银行卡冻结业务。舒简，你做的真绝。算了，先休息，明天再想办法。也只能先这样了。阿言，别闹了，我还在洗脸呢。小婉，这种破地方委屈你了，等我东山再起，一定给你买大别墅。这5万块钱，你先拿去买个包，开心一下。洗个脸要半小时，快点出来，我要上厕所。小昭啊，你再等会儿，小婉马上就好了。 20多年了，我什么时候过过这种为了抢厕所憋尿的日子？都怪舒简那个狠心的女人。请问是靳言先生和舒昭先生吗？我是奥威生科的代理律师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都已经搬出来了。靳先生，我代表舒女士来催讨赔偿款。舒女士交代了，如果靳先生在5天之内没有任何还款行动的话，我方将立刻对法院提起诉讼。我爸哪来的5亿？他明明是在趁火打劫。舒先生，白纸黑字的合同是靳先生亲自签的，
所以舒小姐给了你们5天时间筹钱。如果5天后没有收到款项，金先生可能就要面临牢狱之灾了。祝你们好运。完了，全完了！5天时间我去哪儿弄5个亿啊？我不想坐牢啊，小张。爸，你冷静点，妈是认真的，她绝对干得出把你送进监狱的事儿。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把咱们名下那些名表、车子，还有这个公寓全部挂出去变卖，能凑多少是多少。5个亿，卖再多东西也凑不够啊。那也得是，爸，你不会想坐牢吧？我们先凑凑，然后管小姑和小树要一点。这些年他们也没少占便宜。苏婉，我知道我爸没少给你花钱，你先把钱拿出来，等到时候度过这段困难的时间，钱不会少了你的。好，你们先卖东西，我看看缺多少再补。小婉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，你放心，我定不负你。金岩父子2个钱筹的怎么样了？他们已经在到处变卖他们名下的奢侈品了，还去金永绿和金文远那里借了几百万，估计也没筹到多少钱。舒总，我们现在要去催债吗？不急，离到期还有3天，我等得起。苏婉，我们回来了，钱凑了一部分，你那边有多少？钱呢？我卡里的钱呢？保险柜里的金条呢？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是空号。爸，苏婉的电话打不通，提示空号，他跑了。跑了？他带着我好不容易转移出来的几百万跑了？那个贱女人！爸，你先放开我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可是我们最后的活命钱啊！爸，我们报警吧，就算追回一半也好啊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。报什么警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警察一问，我怎么说？说我包养的情人卷款潜逃了，我的脸还要不要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死要面子。有报警那个时间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凑钱。还有不到3天就到期限了，拿不出5个亿，我们就得去坐牢。有那个时间，还不如去找你那些兄弟给我凑点钱。小昭，爸这是气急了，你帮爸一把，爸不想坐牢。我怎么帮？你回去求求你妈，你到底是她亲生的，她能看你流落街头吗？好吧。舒总，今早已经收到了5个亿的还款。哦，他们怎么凑到的？听说是借了高利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在这里跪了整整1夜了。滚回你爸那儿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看我啊，我是小昭啊。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哪怕他再白眼狼，也流着我的血。你想说什么？说吧。爸说的对，她到底是我亲妈，怎么可能真的狠下心不管我？只要我再装可怜一点。妈，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而且我还背了1个亿的债。妈，你如果再赶我走，我真的要活不下去了。高利贷的人会打死我的。我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生儿子啊！你现在这么有钱，难道真的忍心看着我流落街头，被那些讨债的逼死吗？我之前给你买的市中心那套房子呢？卖了。卖了？卖了干什么？
是为了给禁言筹那5个亿的违约金吧？为了他那个出轨的渣爹，连我给他的最后退路都卖了，真是父慈子孝啊！既然你那么有孝心，把房子卖了，别人睡得了桥洞，你也睡得了，你就去睡桥洞吧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让我去睡桥洞！我是你儿子，你是想让你唯一的儿子成为流浪汉，被全江城的人看笑话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你自找的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再踏进这个大门半步。舒子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，你就抱着你的钱过一辈子吧，你一定会孤独终老，不得善终的。夫人，要不要我派人暗中跟着少爷？毕竟他一个人在外面。不用，只要我手里有钱，有的是人排着队求着孝顺我，不需要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怎么样，要到钱了吗？你妈怎么说？她是不是心软了，让你搬回去住了？连门都没让我进，她直接让保安把我扔出来了。看样子，她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了。爸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那些高利贷会杀了我的。没要到钱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废物！还能怎么办？出去找个班上，赚钱还债。你都这么大个小伙子了，手脚健全，总不能还指望我这个老头子养你吧？自己惹的债，自己去还。嫌弃，他竟然在嫌弃我！我为了他连亲妈都不要了，连房子都卖了，他现在竟然嫌弃我！我的履历你也看了，我可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虽然没工作经验，但我有管理天赋，月薪10万，不过分吧？舒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正规公司，不是做慈善的。鉴于你的实际能力，我们最多只能提供基础销售岗位，试用期3个月，底薪3000，提成另算。1个月给我3000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以前吃一顿饭都不止3000块钱，你们这家破公司请得起我吗？真是有眼无珠。下一位。又催又催，天天催，我上哪去弄钱还给他们？你不是说你出去找工作吗？你堂堂一个前董事长，怎么就找不到一个来钱快的工作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现在网上全是我出轨被净身出户的新闻，谁敢要我？我去大公司面试，他们都把我当狗一样赶出来。我现在只能靠你姑姑的关系，去个破公司当小职员，1个月才5000块，5000块够干什么的？塞牙缝都不够。5000块？那你还不到几天就花光了，现在连买泡面的钱都没有了，你指望我出去要饭养你吗？你个小畜生怎么跟我说话的？要不是你没用，连你妈都哄不好，我们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这到底怪谁？这到底怪谁？还不是怪你！是你非要在外面搞破鞋！如果不是你逼着我帮你把苏婉那个贱人带到家里，伪装成什么狗屁人偶，我妈怎么会发现？不然我还是我妈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儿子，我还是那个身价过亿的少爷，都是你毁了我！都是你逼我的！我逼你的？难道不是你自愿的吗？爸，你不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逼我的。舒总，警局那边打来的电话，禁言在逃跑途中被捕了，他涉嫌故意伤害，伤者是舒昭，现在正在医院养伤。前世你们父子沆瀣一气，将我推入深渊，这辈子你们因贪婪内斗，终究自食恶果。你去多买一些补品给舒昭送去，把医药费给他缴了，另外再请一个人去照顾他，告诉他出院了就回家。好的，董事长，那禁言那边匿名委托律师协助舒昭依法维权，让禁言为自己的冲动和过往的恶行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。舒妈妈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！如果没有您的基金会，我早就被家暴的丈夫打死了。舒总，是您资助我读完大学，您就是我再生父母。别哭，
我这辈子活得很值，遗嘱、生肖，我的全部个人财产一分不留，全部捐入基金会。